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玩具玩具，我是雾，我是天豪。千豪，今天来你家是要来做什么呢？千豪啊，千豪，你怎么变乐高了？你是不是煮太多乐高了？千豪不行，白痴啊！刚还想说可以把你的头，好过分啊！今天呢又是我们乐高的知识家，雅虎奇摩知识家对02点超老。我们上次讲到的是2024的10大必买乐高，那想必这10大乐高应该都是很热门的吧？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来讲一些稍微冷门的东西，乐高推出过的奇妙商品，我觉得可以说是奇怪商品。应该蛮多人都知道，乐高一开始1932年开始做木质玩具，然后到1940几年开始做塑胶积木，然后做到现在已经2025年了。已经是一个世界最知名的玩具公司之一，即使是世界最知名的玩具公司之一，它会面临什么业绩下滑的问题？回顾它过去的历史，就还是会发现说，乐高其实也有推出过一些很翻车的决策啊，或者真的是很奇怪的商品。这些商品大多都是在西元2000年那个时候。为什么这些商品会大概集中在2000年的初期？其实原因可以回推到1980、1990的那时候，因为那时候就是电玩的浪潮正在席卷，然后从街机啊，然后到家用主机，等于说小孩的注意力就会很快的就被电视游戏吸走。像乐高这么大的公司，其实蛮早就会发现说，他们的业绩下滑。那为什么会到2000年的初期这个时候才开始算大刀阔斧的在做一些新的尝试？就是因为他们过去曾经有辉煌过一段时间嘛，对，所以他们就是有一种我应该做什么都 OK 吧？对，所以呢，他们才会在2000年的时候做一些很方向不同的决策，造就了我们今天想要探讨的这些商品。首先呢，第一个呢，应该是真的蛮少人知道的，很新奇的商品系列叫做 Galador。这个商品它其实是根据一个电视影集去做改编，名字叫做 Galador Defender of the Outer Dimension， 外部次元的守护者。这个科幻影集，它的男主角叫做尼克蓝牙，就是那个 Nick Bluetooth 传输的那个蓝牙这样。这跟他的能力有关吗？他等于说他就是被传送到一个 Outer Dimension， 就是外部次元的一个地方，然后他就是要利用他的这个能力，算是去冒险。那他的能力就是他可以跟各种机械结合，不是连线而已，不是，是物理上的结合。等于说他的手啊可以变成机翼啊，那就不像蓝牙啦。其实我那时候看，我想说，这个能力的名字叫做 Glitch。乐高的商品也是依照这个男主角的能力去做。乐高把他的重组再建构的元素，去围绕着这个 Nick 做一个商品的推出，听起来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比如说我手要变一把枪好了，然后乐高的零件堆砌，这种蛮合理的。不过呢，当初发行这个 Galador 系列的商品的时候，算是引起了不小的波澜。等于说它的这个合组算是用全新的零件去做，那它那时候有朝可动人偶的方向去靠拢的趋势。它其实不是像这种传统的人偶。那我们呢就直接从它的商品来看，我们先从这个编号8310的这个 Nick 来看，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就是它的这个人偶等于说是我们完全不熟悉的乐高人偶的样。其实我那时候去看，就是网络上蛮多人有买来玩，它的可动算是还蛮厉害的，因为它还有别的角色是比较机器人的角色，可动的关节其实做的还不错，只是就是它这个概念在当时实在是太冲突了。再加上一个原因是，就乐高其实都有一直在推出新的系列，可是他们其中一个宗旨就是零件都会共通。可是这个 Galador 的这个系列，它的零件很大一部分，它基本上是专属这个系列，你其实没办法用这个 Galador 的系列的零件去跟以前的乐高积木去互通。就虽然它里面有一些可动关节的零件设计是有延续到后来，只是在当初的那个时候算是一个蛮不乐高的商品。这个8310我觉得还好，我觉得8313蛮厉害。我看到那个照片，我也是觉得，有点怪。那个手他是整个把手拔掉，然后倒上机翼。然后它除了正常比例的之外，它还有这些 Q 版的看起来超强的。这个故事里面除了 Nick 之外，还有他的一些伙伴，像是维修船师的机械师，故事里面的反派，然后还有 Nick 的顾问，算是27种族的其中一员，全部都变成一个 Q 版的造型，就觉得，那 Nick 自己有出 Q 版，就是你这个是 Nick 啊，这个 Q 版 Nick 头上那个，到底在干嘛？就如果假如说我今天是一个，我可能蛮喜欢乐高的，可是我没有做很多研究，然后你今天这样丢一个到我前面说，
说，乐高推出了，干没骗人。他推出的这一些角色，他们其实零件是他们可以互换，可是就是他们就是只能在这个系列里面互换，所以等于说他们的把玩性有点受限。Galaga 这个系列呢，它当初算是影集的表现也普普，而且说实在，就你讲那个影集，其实在台湾应该也不红，真的是你要特地去查你才会知道。按照网络没有那么发达，对啊，千禧时代，对啊，你只能去光华那边地下街买那种人家包好的合集，搞不好都没有卖嘞。所以就变成说这个系列就没办法做到影集跟商品是相辅相成，有那种1+1大于2的效果，应该是没有。所以这个系列就是蛮短命。那我好奇，前两你在找这些资料的时候啊，这个盒组现在很贵吗？20块？没有很贵，20块美金。这个尼克莱雅这个包装是用吊卡的方式，对，就等于说他们把当时市面上流行的玩具的元素去跟积木做结合，但他没有想要跳脱传统的积木，因为其实最早乐高的这个盘点算是蛮多国外的媒体或网站都会持续在做的一个项目。那每次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呢，Galaga 这个系列就会被拿出来这样编一编，好可怜。所以就变成说，在很多资深玩家里面，这个 Galaga 的系列反而算是名声也慢慢的被拉起来。下一个系列呢是2001到2003年的杰克史东，英文叫做 Jack Stone。这个系列其实稍微知名度算高一点，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它有一个主角叫做 Jack Stone，然后他们里面的人偶呢也是跟一般的人偶不太一样，它是有点介于一般的人偶跟德宝的人偶。故事主轴其实跟城市有点像，就是它就是 Jack Stone， 然后他会在城市里面做各种救援、消防啊、逮捕犯人，因为它算是当时 Lego Towns 的系列的延伸。那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看作它就是一个 City 系列的支柱体。杰克史东它其中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它人偶嘛，它不能像现在的乐高人偶这样，可是可以直接这样分，它就是每个人偶就是独立的这样。那它在2001到2003年的这段时间，它除了有推出很多的合组之外，它其实还有出很多周边，它也有它的动画。它是红的，我觉得应该算红它还有出牙刷，牙刷很可爱。它跟高露洁出牙刷，牙刷其实很可爱。它当初商品的宣传片，你现在在网络上也都找得到，然后还有专属的影集啊。那时候我在做功课的时候，其实有看到不止一个国外的网友，他说杰克史东是他的最爱，就到现在都还是。可是我在看 Galaga 系列的时候，是没有人这样子讲。哇，真的好可怜哦。但因为杰克史东其实说实在，虽然你说他人偶比例比较大，或者是他不可拆，但他都还是有乐高的那个元素。对，他其他的像是飞机啊、船啊、车子啊，就都是乐高的零件。像我们有一个编号3901的，就是 Jack Stone 的 Video。其实这个包装盒我现在看我觉得还蛮不错的，蛮帅的，就会想要收集。然后里面就是一卷黑色的录影带，看一下它的广告。哇，这个好早期的那种3D 哦。其实蛮帅，他的展具做的蛮帅，对啊，蛮酷。他就人是不太一样，可能会有当时那时候的特殊件，应该大部分都是跟基本的乐高零件是相容。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就这个是2001年开始出的嘛，然后刚刚那个是2002嘛，对，他们是不是2001的时候做了这个人偶的这个，觉得销量好像还 OK， 被市场骗。我觉得本质上 Jack Stone 它其实跟乐高比较像，城市啊系列，你觉得对 Jack Stone 比较熟悉，比较容易接纳，可是我对尼克兰牙可能就比较。可是呢，在 Jack Stone 里面也有一个商品，也蛮常会出现在就是那种很糟糕的乐高里面的讨论，就是编号4612的超级滑翔机。其实我们从图片可以看到，它其实不怎么超级，感觉是公园的时候买那个保用纸飞机，有一点。但它这个是纸的，然后它没办法好好的站，然后它又有其中一个零件是纸，就变成说对于某些收藏家来说，这个超级滑翔机没办法去完整的收藏。不过那时候我在找资料的时候，有找到一个日文的包装盒，它还有跟日本的食品公司卡巴雅那时候推出一个就日文包装的乐高。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第3个呢，应该算是知名度大幅超越前2个，因为它甚至在台湾也有正式的中文译名。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就是生化战士，它从2001一直到2010年，大概有10年的时间，然后中间还有短暂的复活，大概是2015到16。虽然说生化战士的角色的人偶，其实我们一看也会觉得说，这很不乐高这样。其实它跟各种系列的人偶有点像，就是往可动人偶的方向去靠拢，就是它有一些球形关节的设计啊，然后零件都
很不像以前传统的乐高零件。可是因为它推出的时候有做出一些角色上的改变，所以让生化战士的这个系列在当时算是引起一个热潮。你还是可以享受到堆砌的这个元素。如果说 Gyarados 是一个表现平庸的剧集的衍生商品的话，那生化战士其实算是用故事去带动乐高的商品，然后让乐高的商品去带动故事的推进，这样子一个相辅相成，一个很成功的系列。因为生化战士在当时也是乐高自己原创的系列，创下他们最高销售纪录的一个系列。它故事的背景是发生在一个小岛叫做马他吕岛，然后它的主角是6名拥有自然力的战士，然后他们呢可以戴上力量的面具，可以使用那些自然力，风之战士啊、气之战士、火之战士这些，就是他们可以用这些元素去战斗。像2001年他们就有推出自然力战士的角色，编号8534的火战士塔虎，8535的是气之战士利瓦。我的也是他因为我很确定我就是有利瓦这一只，我很确定我那只是绿色的。我们刚刚看它每个自然力战士的角色就可以发现，共通的就是那个大大的球形关节嘛，跟一些科技的零件。那它科技零件其实都有实质的插销去可以做固定，除了每个战士角色的人偶去做混搭之外，你还是可以跟其他的科技零件去做结合这样。不过我觉得你单纯去换他们那几个角色应该就蛮好玩的。对于小时候，而且小时候有个2只就了不起了。哦，真的，而且那时候它的包装很有趣，它是一个圆筒的塑胶盒包装，然后它上面是有一点像是地台的盖子，好像印象中，就反正就是它的盖子不是那种很平常的圆的盖子，它除了有很迷人的故事情节设定之外，它在商品的研发的时程也有跟以前做出了不一样的调整。开发一款商品大概是2年的时间，可是他们现在设计这个生化战士，他们的开发时程缩短到半年，开发的时候更多程度的去询问小孩子的意见。其实这些内容都是我之前看一个日本作家老谷米他写的这一本，里面有详细的提到生化战士他们当初在设计的时候的一些改变。它的书名是乐高小积木立大功，用玩具堆出财富帝国的秘诀。结果竟然还是商业的书嘛，他就用乐高来包装这个资本主义的书。反正就很好看啦，可以看一下。再加上生化战士它还有推出漫画、动画都有，就连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到 Netflix 去找都可以找到它2016年推出的动画，这算是一个发展蛮全方位的系列。除了这些角色，生化战士也有出一些其实蛮大蛮酷的，像是这个2005年推出的8759迷城之战，它这个的话，它就是把刚前面讲到的自然力战士的人偶缩小，再跟乐高积木堆出的一个城门，完成了史诗的大战。生化战士成功的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从2001年开始一直到2010年，可能也是因为有点后继无力的关系，乐高公司在2009年的时候宣布这个系列将会暂停，然后他们有在2015、16有短暂的再复苏一下，那时候其实让蛮多死忠的粉丝很兴奋。然后再往后就是2023年推出的生化战士的满额礼，编号40581，它的盒组其实就是用现代的零件拼出以前我们熟悉的生化战士的样子，很经典的面具的元素也不再是很独特的特制零件，而是一个曲面零件，然后用印刷的。那我们会买哨兵机器人。第4个系列我们要介绍的是 LEGO Dinosaurs， 就是乐高的恐龙。这个恐龙呢，其实很早啊，它是2001年推出的，它跟杰克史东，其实蛮屌的。它的那个短期内出这么多新的系列，其实恐龙一直以来都算是乐高的这个动物的玩具里面，我觉得算是一个金字塔顶端的存在。比方说乐高出一个侏罗纪的盒子，我们买基本上都是为了那个恐龙。我们现在回头来看20几年前的这个恐龙，我觉得算是非常微妙。5090到5093的4款，分别是甲龙、禽龙、万龙，还有异齿龙的宝宝。然后你看一看，你就会发现这些恐龙呢，它们的头基本上都是一样，颜色不一样而已。头部的造型算是特殊的零件，可它们的身体呢是用基本砖去做。其实这个我会想，我觉得这个万龙算是就看起来很童趣吧，就很像是我们自己玩的乐高后会拼出来的角色。那其实对我来说，像这个2000年代初期的这种恐龙，是一个很有年代感的玩具。像这个尺寸的恐龙，现在的话应该就会是用可能整个都是特殊的零件。如果说他是想要用，比方说创意系列那种完全是用零件堆砌的话，那就是另外一种形式。可它这个就是混搭，像这个是暴龙的乐高，那它整个的话就都是特殊的零件，可是它在背上有一个8格的颗粒，还是可以在上面做一些堆砌。除了上面我们刚刚讲到这4个头部共通的恐龙之外，当时也有推出像是6720这种比较大的，其实就很接近
这个了，这个我觉得超赞，而且它的包装盒也很有意思，它是塑胶的硬壳包装，外面有就是商品的贴纸嘛，然后最上面这个顶盖也算是一个底座。2001年的这个恐龙的系列，其实它的商品数也不算多，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前面4个的比较小的恐龙之外，大的恐龙就是万龙嘛，然后霸王龙、苍龙跟棘龙。接下来我们要看到也算是一个时间维持的蛮久，就是运动的系列 LEGO Sports。它是从2000年一直到2007年，就是我们一开始就是一直放在这边的，终于轮到他们出场，编号3401的射门得分，这是2000年的时候推出了。它其实所有的内容呢有这2个，然后还有得分门，然后它其实还有一个很像球门的一个塑胶，就是你2个人的话你可以这样跑，可是如果你今天只有1个人的话，你可以像我一样小球这样子瞄准。这一款足球角色的乐高，我觉得很赞的是它这个人啊穿的是艾迪达的衣服，可是重点是它网络上的裤子啊应该也是白色的艾迪达的裤子，可是为什么我的变成灰色？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珍贵的零件，因为它这个就是一个一体成型的底座，然后它这边有一个弹簧，然后就把它球掉，弹出去，这很好玩耶。就它有设计一个很巧妙的凹槽，让你这个人呢可以带球跑。对，我觉得这个设计超屌的，你可以从任何方向踢你的球，真的好像在打 PK 赛的那种感觉。对，这个零件我觉得这超有趣，像这种乐高就真的是给你动手玩的。除了这个足球的乐高之外呢，当时也推出了很多令人觉得这个你也敢出啊？编号4464的饮料箱，就出一个饮料箱，然后里面可能有3瓶可乐之类的，然后还有一个4461是座椅，座椅就2个，然后有4466的标示牌，英文是 signboard， 它就是2个零件，它也没有附贴纸说它可以贴广告，什么都没有，它就是一个纯白的，不知道3小。还有4470的这个就是足球，它就附2颗足球，小气。哇，我们来看那个足球2颗卖多少钱？我靠呗，超贵，大概600-700。这个4460也是很北蓝，一个球门。这个 Polybag 的这个系列是我那时候我们看到的时候讲说，这个很值得拿出来降一下，超北蓝。以玩乐为取向的足球的合组来说，我觉得其实还蛮好玩，尤其是这个零件，我觉得值回票价。对。然后除了足球之外呢，还有一个很热门的，不是篮球，就是因为我现在喜欢看 NBA 啊，我现在来看，我真的是觉得真的是超级多梦幻商品在那时候推出。它那时候是有 NBA 授权的球员的乐高人偶，像是有 Kobe， 还有 Carter 之类的，然后还有附球员卡，像这个3560，它的名称是 NBA 的 Collectors， 它里面就是有 Duncan、灰熊的 Pogazol、公路的 Ray Allen， 这个很赞哎。编号3561，马刺的 Tony Parker， 然后湖人的 O'Neal， 塞尔提克的 Anthony Walker。除了球员之外，其他的篮球主题，编号3550的 Jump and Shoot， 它的这个主题商品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有一个乐高版本的篮球框，这个球框我还有，可是背景板不见了。就这个也是我以前小时候有在玩的，它的玩法是它球框在这，你就这样压它的这一个操纵杆，然后它的人就会飞起来，然后把球这样放进去。然后除了你可以一个人玩，它是一个小游戏之外，篮球是团体运动，就有一个3431的这个是接球的2打2，它就是有一个完整的小球场，然后跟4个人偶跟2边的球框。然后我觉得最酷的是3432的 NBA 的 Challenge， 这个呢就是做出了一个有 NBA 授权的球场，然后里面有很多个人偶。这个东西我觉得超级酷的原因是因为它的人其实固定在一个地方不能动，你要怎么样传球，然后再把球投到篮筐里面，其实是乐高篮球的人偶有一个特殊的设计，就是他们的腿这边有弹簧，你这样子压这个人，你把篮球放在这边，他就可以把球这样传出去。然后它的这个场地，就算你没有传到你同队球员的手上，它就会弹到你那个球员周边的凹槽，再用另外一个方向，你就把它这样子弯腰，你就可以把球捡起来。干超屌的，我觉得这个超酷的。往后折，然后放开他投篮，然后往前，它就是捡球。NBA 的球员的乐高人偶，除了有弹簧之外，脸的设计也算是相当的大胆。就假设啊，今天你拿这个脸给我看，你会觉得是盗版。这个乐高的足球跟篮球的系列差不多就到这边，相信你应该会有蛮多都真的是很想买。那我们前面讲了5个主题，我们最后呢再加码一个，我觉得它是一个跨时代的商品。乐高你买回去，你给小孩玩，一定就是零件会散落一地。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可以整理乐高的机器，是不是很不错呢？乐高就是从这个角度去出发，然后在1993年，它出了一个编号1874，叫做 Poly Pickup 的商品，它就是一个帮你清
清理积木的一个道具。它是一个鹦鹉的外形，然后长方形的，它有一个提板，握着，然后滑，它里面的就会有一个算是风扇，它会把乐高这样子扫进去，最后你再把它上面这个顶部的这个红色的拉开，就可以拿你刚刚扫完的乐高球。这个还蛮有趣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带来的乐高曾经推出过的那些奇妙，或是说很奇怪的商品。除了我们上述讲的那些之外，其实乐高还有蛮多种，我觉得都很有意思的商品，像是以前我那时候玩奇异老师的那个 LEGO Studios 的系列，他那时候是把乐高积木，然后结合片场的元素，跟一台乐高的小相机，他那时候有光碟，等于说你用那个相机拍完之后，然后你可以借由那个光碟的程式去自制逐格动画。这个系列我觉得也超酷的，重点就是你可以买 LEGO Studios 的系列，然后你可以收到史蒂芬史蒂博人偶，然后还有一个算是生化战士前身的乐高 LEGO Slicer， 跟生化战士其实有一点像，只是人偶的角色设计就更古早一点，然后它的颜色很丰富，或者是跟地理世界有关的 LEGO Power Miners， 它里面就有很多比较特殊的零件。其实这些我都觉得是乐高在10几20年前推出，然后很有意思的系列。因为篇幅的关系，所以我们就带来我们前面讲的5个系列。其实我觉得最那个的应该就是蓝牙哥。蓝牙哥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讲他但是如果你说这么多，你觉得我就喜欢恐龙头跟尾巴，然后身体要自己拼的那个，我对那个其实蛮有趣的，那个蛮有趣的，跟那个 NBA 的我觉得都对 NBA 的很赞。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千豪跟我们推荐的这个，算是你可能没有想过有推出的乐高。今天这个应该是一个考古系列吧？我觉得算是非常非常有趣。各位玩具人，如果你看完这支影片的话，你对我们刚刚介绍一些蛮有趣的，或是蛮奇怪的乐高有兴趣的话，其实大家都可以自己上网找找看。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大家记得订阅玩具人频道，小铃铛开起来。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分享出去给更多玩具人看。就是我们 IG 上面有更多幕后花絮啊，玩具，下周再见，拜拜，拜拜。因为像以前，比方说我们刚刚前面讲的那个 Nick，那个蓝牙哥，还有我们前面提到的杰克史东跟那些恐龙，他们其实蛮明显都是对着比较小孩子像的商品去主攻这些商品。他们近年推出的，我觉得最显著的系列就是花卉的那个系列，因为那个系列真的是你没有在玩乐高的人也会想要买确实，而且那个拼起来的感受也不会太难，然后也蛮有趣的。我觉得其实这个就等于算是他们的近年的一个突破，只是因为我们很习惯了，我们会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很成功的操作，我们不会觉得说蓝牙哥什么这么奇怪。